我无人可选，亦有自知之明，不会打搅到不相干的人。阿爷，你们这是去哪儿了？阿爷明知故问，我和阿娘还能去哪里？当然去旧服店里帮忙。大王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早啊？这位是？哦，这位小娘子是才在问路。小娘子，你问的路我不知道，你去别人家问问，不要在我们家门口了哈。小女子不打扰先生了。人间四月，一风飞尽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来，阿娘。沉船归无觅处，朝朝如此。厉害！琉璃，你的身旁，月出深夜中。阿娘，琉璃想吃您做的桂花糕。好，阿娘这就回去给你做。我还要放好多好多的桂花糖。好，都依你。我们回去吧。走。是缓慢流水长，在乎着你的脸庞，两位这边请。愿我有心交织如流光，闭上红颜绕墙，望风华，尽浪漫，共赏思绪不言谈，如慵懒，再难寻9年沉香，用笔尖画弄几场，言语诉断肠。小娘子喜欢这块料子。舅父，这布料做工细致，既精美又实用，实属难得的精品。贵客好眼力，这布料是我妹妹巧手独创的织法和染色技艺，全天下只有如意家写才能做得出。看小娘子的样貌，也有几分胡人风采，竟与我那妹妹颇……安某唐突了。小女曾听闻，天下第一针安大家与如意家鞋颇有渊源，想必这布料就是安大家研制的。原来天下第一针竟是店主的妹妹。
失敬了。小娘子年纪轻轻，却好见识啊！我妹妹走了11年了，没想到还有人能记着她。你这么有心，不妨去里屋坐坐。我让掌柜多拿些妹妹独创的布料，请贵客看看。那就多谢店家了。请。阿娘，你去哪里呀？武家小姐的嫁衣可真漂亮，阿娘，您能不能给我也做一件啊？等琉璃长大了要嫁人的时候，阿娘就给你做一件。阿娘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现在就想要。等琉璃和阿娘一样高的时候，阿娘就给你绣一件，好不好？好。那阿娘，你跟我过来。那我要把阿娘的身高刻下来，这样才能按照阿娘的身高长。好。阿娘，你还是抱我吧。来。阿娘，琉璃长高了，长大了。阿娘说好了，要为女儿亲手绣制嫁衣的。阿娘怎么食言了呢？客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小女突然想起家中还有钥匙，今日先行告辞，日后再来回顾。贵客，布料都取来了，你看看再走。店主，
刚才那位贵客呢？客人刚走，快去追，他恐怕就是。琉璃，舅父，且看庭前花开花又落，多少爱恨纠葛聚散于离合，掀开前尘往事的因果，命运总跌宕曲折，用此生笔墨，写人间情字的经过。你还活着？半袖风波，换身面露叮当。我的琉璃还活着，还活着。比你阿娘还高了，真好，太好了！走，跟我回家。为何啊？琉璃早在11年前就死了，我如今只是偷生的罪妇之女，连我阿爷都不敢认我。我知道舅父对我好，但我不能因此害了舅父。一个女孩子家，舅父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外独自漂泊？当年，舅父答应你阿娘，放你去吴府，为这事我足足悔了11年。无论如何，今日舅父再不能让你独自离开。那舅父答应我，万不能将我的真实身份告诉其他人。我不想害了舅父。依你，都依你。除了我和安妮，再不会有人知晓你的身份。好，走，跟我回家。这11年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不过阿翁和小顺子都对我很好，处处护着我，疼惜我，没让我吃一点苦头。自从你和你阿娘被抓进宫，我便想尽办法打听你们的消息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你们娘儿俩双双殒命的噩耗。琉璃，今后你就安心地留在舅父身边。只要我们不往外说，没人能猜到你是谁。舅父，我要去西周。西周？阿娘临走前跟我说过，她自小是在西周长大，那儿是这世上最自在的地方。去西周路途艰险，你一个女孩子家怎能独自上路？再说，你又没有通关文牒，只怕寸步难行。要不这样，你且耐心地等上1、2个月。等舅父组一支商队送你去西周。多
多谢屠夫。眼下，你就化名玉儿。玉儿，暂时在舅父店里做一名画师，和阿尼住在一处，你可愿意？阿尼也是孤身一人，幸得阿郎跟娘子赏识，收入门下。自学艺以来，对安大家甚是敬仰。今日有幸能够见到玉儿，真是阿尼的福气。玉儿，你若不嫌，便与阿尼一处作伴吧。玉儿求之不得。公子，这位就是裴郎君。在下裴行俭，前些时候已与阁下的奴婢略有交流。今日我们终得一见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啊？我在家中排行老九，人称九公子。小二在，上最好的酒菜来。好嘞。裴郎君请坐。裴郎君的诗文采飞扬，在诗中嵌入下联，更是匠心独具，令人佩服之至。九公子谬赞，那对联不过是雕虫小技，只因那位公子的上联挡住了在下作诗，我不想坏了你的雅兴，所以才想出这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只可惜，今日我不是来夸你的。哦，还请赐教。我是为裴郎君所作的那首长诗而来。你在诗中暗讽大唐科举制度，字字句句都带讥讽，还将诗文公然写于醉香楼的沙上。难道你就不怕官府查问吗？这可是要被治罪的。这么说，九公子是官府的人？你怕了？裴某将那诗文写于醉香楼里，就是不想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就是希望众人来评议。若官府能够插手，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关注，这样就能推动科举的革新。若能如此，裴某求之不得，又何惧之有呢？不知你对科举制度有何高见？愿闻其详。大唐科考，考生将姓名写于答卷之上，不加以封存。考官在批卷和录取的时候无法保持公正，考生的声望和家族的权势都会左右其判断，腐败由此而生。各大学堂几乎被名门望族垄断，入学后的结党营私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。想要保证公平和公正，大可将试卷上的姓名隐去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明经科主考儒家经典，先贴文后口试，经文大意10条，答实务册3道，这些只需死记硬背便可。所以重视者多是死读书、读死书之人。而进士科主考诗赋、政论，重视者才华与努力两者兼备。正所谓30老明经，50少进士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因此，轻明经，重进士，便是科举改革的正确方向。好，好酒好菜来了。坐。客官，你慢用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今日我要与你畅饮一番，不醉不归。
实在对不住，家中忽然有急事，必须马上回去。你我相约5日后再在此处把酒言欢，畅谈时事，可好？卓大家，卓大家，窦医官，小豆子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内侍院调令上的日期都已经过了2日了。切，我不去催，是怕他太得意。他还真以为上服局稀罕他呢。要不是我，他早就被赶出宫了，哪还能留在宫里啊？如今我派人去催。他还敢摆架子不成？回师傅的话，窦医官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孙德成说，他接到内侍院调令当日，就让窦医官来咱们上服局报到。可是窦医官似乎是不情愿，和他争辩了几句，大醉一场之后，就再也没瞧见人。孙德成和不入院的人找不见他，以为他在和不入院的人置气，早来咱们上服局报到了呢。这叫什么话？我看那孙德成是反悔了，不想放人吧？我打听了一下，前几日不入院的人确实是兴师动众的找了小豆子一宿，不像是假的。啊，孙德成让我来回禀师傅，说一有窦医官的消息，就让他来上服局报到，还请师傅替他严加管教。安大家，我现在能做到的，就是尽量拖延时间，好让琉璃早日离开长安，安全脱身。以后宫外的生活，就要靠琉璃自己了。安大家若是在天有灵，就保佑琉璃能过上平安快乐的生活，千万别再走你的老路。陛下若是有个好歹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不能哭，要哭也不能在这儿哭，犯了大忌讳。高内侍，陛下怎么会好端端的突然咳血呢？唉，陛下前几日就觉得胸闷胸痛，又不让奴婢们声张，奴婢没法，只好悄悄派人告诉了太子。太子这几日都守在陛下寝殿，寸步未离。今儿一早，陛下突然咳血，太子命宗太医为陛下诊治，还请各位贵人稍安勿躁啊！各位贵人，太医再三叮嘱，陛下需要静养，各位还是请回吧。这个混账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都这样了，怎么不告诉臣妾一声？哎呀，朕没事，
真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所以就没告诉你们啊。儿臣拜见陛下，见过太子。高内侍请留步。历来宫规，但凡是没有诞下过子嗣的妃嫔，在陛下100年之后，都将被送往感业寺。不知道这条宫规，可曾有过例外？这规矩是祖上定下的，并无例外。可凡事总有例外，人定胜天，不是吗？恳请陛下准许儿臣留下，代替太子侍骑。陛下，明儿也是心疼他皇兄，唯恐太子操劳过度，才想代替太子侍候陛下，好让太子歇息一下。母亲错了，儿臣是挂念陛下的安危。十四弟，你这话是何意？陛下近年来日日服用丹药，为的是延年益寿、长命百岁。炼丹的道长说过，陛下服用的仙丹，最怕沾染酒气这等浊物。太子殿下素有雅趣，最爱与文人墨客品酒作诗。我还听说太子殿下近日常常光顾宫外的醉香楼，儿臣为了陛下，已戒酒1年有余。为了陛下的龙体安康，儿臣恳请陛下准许儿臣代替太子，侍奉陛下榻前。智儿、明儿，你们就先都退下吧，有爱妃陪朕就足够了。舅舅，礼完佛，我想去四门学寻人。今日四门学闭门考试，你说去寻人，还是改日？咱们拜完佛，我让阿尼带你去个地方，你肯定喜欢。这儿我认得，原先是一座小寺院，却不叫大慈恩寺。难得你还记着，11年前这里确实是一座小寺院，后来太子为了追念母亲文德皇后，方才在此建造了这座慈恩寺，由西游归来的玄奘法师亲自主持。如今可是长安城中香火最旺的寺院。那原先寺院里的那尊菩萨呢？还在吗？在，这里的菩萨最为灵验。守约，你可真难请啊！想来你看的不是我这河东宫世子的面子，而是那慈恩寺法师的面子吧？守约见过世子，见过诸位。子龙见过守约兄，请。舅舅去向住持讨杯茶喝，再捐点香火钱。大慈恩寺风景甚佳，你去逛逛吧，别走远了啊。谢谢舅舅。
奇哉，现在的胡姬不去西市揽客，却来寺院磨相，难道这世道真是要变了？怪也，如今的世子不去议论苍生福祉，却来议论妇人戏舞，这世道当真是变了。世子呀，世子，你也有今日啊！哼，好个牙尖嘴利的胡姬，冒犯了本世子，想走就走。你方才在说什么？可敢再说一遍？适才冒犯了，告辞。给我站住！哎。哎，守约，莫不是你怜香惜玉了？大好春日，何必计较此等琐事？我等还是去找法师饮茶要紧。饮茶不急，适才不是伶俐的紧吗？怎么，如今丢下一句冒犯就想走，可是怕了？不知足下还有何事指教？你这狐女，适才趁无人在此，对着墙上比比划划，莫不是想偷师名家画作？不错。哼，承认便好，窃者当罪。你还有何话说？我还以为足下是满腹经纶的世子，不成想竟是我看走了眼。原来足下你并不识字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既不识字，自然就不曾临过帖，否则足下临帖磨碑之时，岂不是也做了回贼？大胆！一个胡人贱户，竟敢对河东宫世子如此无礼！河东宫世子又如何？我虽胡人，却非贱户。足下一口一个胡人贱户，可知这大慈恩寺所奉何人，又为何人所建？请恕小女子不奉陪了。我今日来大慈恩寺，还有师命在身，不敢耽搁。恕守约不能陪世子和诸位继续游玩，告辞。你，哼！佛祖，大家都说你能保佑好人，我阿娘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。如今我阿娘遇到了危险，我很担心阿娘，也很害怕，不知道未来是吉是凶，还请佛祖明示。菩萨，琉璃别无所求，只担心宫里的阿翁和小顺子会遭我牵连。不知此次他们是否能安然脱身，请菩萨明示。
小娘子，你既求了签，为何不看呢？11年前，菩萨给了我一支上上签，哄我空欢喜一场，所以这签不求也罢。小娘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求签卜卦本不是这尊菩萨的本事，他最灵验的是替阿爷祈福。替阿爷祈福？是啊，只要你在佛祖面前报上阿爷的姓名，告知住在何处，菩萨便会保佑阿爷福寿安康，无病无灾。菩萨在上，保佑重化坊的库迪严重，保佑阿爷健康平安，无病无灾，一生安乐。如何？可曾打探清楚？郎君放心，刚才在佛堂内，我已经将那狐女的身世打探得清清楚楚。嘘。14弟，请留步。太子殿下唤我何事？听闻14弟的王府近来很是热闹，门庭若市，大肆招揽国子监和弘文馆的学子为王府门客，不知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只不过那些人并非是臣弟招揽来的。是他们得知了太子殿下有意对大唐科考进行革新，心中惶恐，所以才争先恐后地投入到臣弟门下。当下科举制度存有诸多弊端，所以改革势在必行。国子监和弘文馆作为大唐的最高学府，所招学子不是皇亲便是贵胄，任人唯亲、结党营私之风盛行。若长此以往，大唐如何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？这些道理难道14弟不懂吗？太子殿下所说，臣弟都懂。但太子可知，咱们李家才是大唐最大的贵胄，保护了皇亲贵胄的特权，就等于维护了李氏家族，巩固了李氏的江山。14弟年纪轻轻，政见怎么会如此迂腐守旧？科举制度偏袒贵胄，这不是帮他们，而是害他们。太子殿下才是这世上最没资格说这番话的人。我为何没资格？殿下之所以能成为太子，成为大唐的储君，并非因为殿下有着盖世的功绩和才华，只因你是陛下的儿子。不仅于此，论才华，殿下恐怕未必就是所有皇子之中最优秀的。殿下之所以能坐上太子位，皆因你是先皇后的嫡子，所以才得到了陛下的格外偏爱。殿下才是不劳而获的最大受益者。怎好反过来斥责臣弟偏袒权贵，阻了那些寒门学子的前程呢？没想到14弟竟是如此看待陛下，看待我的。前面拐个弯就到了，这就是了。来。
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阿娘带我来过这儿。阿妮，我这几日可要叨扰你了。这本来就是你们安家的老宅，这要论起来，你才是正经主人，我这才是借居的。与你同住是阿妮的福气。走，我们进屋。嗯。这老宅现在就是我的制衣工房，那边是寝屋，以后我们就睡那儿。琉璃，你就安心在这住下，缺什么少什么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添置。阿妮，你能不能借我几minu钱？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出门有些不方便。你看我糊涂的，这事儿我早该想到的。琉璃，这些钱你先拿去用着。用不了这么多。